大家好，那这期视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注册美国公司的一些基本情况。很多朋友可能听过注册公司，但具体注册公司的用途以及类型，还有在哪个州注册以及后续的一个维护成本都不是特别的清楚。今天我就会围绕这几个部分呢来给大家讲解，让你对美国公司注册有一个认识。那么本视频仅供个人经验分享，如需专业的服务呢，请自行去咨询会计师或者说税务师或者律师。那么我们注册美国公司呢，常见的用途我总结了一下有几个场景。第一呢，是一个跨境电商平台入驻，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亚马逊沃尔玛或者 Shopify 还有 eBay 这样的。那这些平台的话，如果说这些平台往往要求你提供一家美国公司才可以顺利的开店和运营。还有就是一个独立站和数字产品如果说你是做独立站卖虚拟产品的，或者提供一些订阅服务，那几乎一定会用到翠普。几乎所有的不管你是跨境电商也好你做什么平台 Shopify 或者这些沃尔玛，包括你要做虚拟产品，那么在这里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需要一个全球收款的一个斯翠普账号。那这样的收款账号呢，它是不要求呢你必须有一家美国公司你还需要有一个美国公司的账户才能成功的收款。那第三呢，币圈相关的有些交易所呢，它是不支持个人用户注册，或者不支持某些国家的用户，但他们支持企业账户比如说在2020年的时候呢，必然清退中国大陆用户的时候，但是他们支持用 BVI 公司就是一个企业账户。那时有很多人为了能够继续炒币，就注册了这个公司，用公司的名义呢来开币安的一个商业账户。还有第四点呢，办理美国的商务签证有些人呢注册美国公司是为了方便申请赴美商务的一个签证，因为如果你有美国公司的话，可以出具商务邀请函，那样在签证办理上会更加的顺利。所以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其实我们注册一家美国公司并不是说随意的去注册一个就好，而是和实际的业务和身份有强烈的挂钩。接下来第二来说一下公司的一个类型。说一下我们要注册公司其实公司的类型有很多，但对我们这些非美国的居民来说就像我们中国大陆常见的主要有两种。第一呢 LLC 就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它是最常见的一个类型特别适合个人创业或者一些小团队。这个也可以叫做一人公司，或者说你几个人的一个小团队它的结构可以看到它非股份制它的结构非常灵活可以100%的持股。税务也是处理的相对简单它的维护成本也很低，所以绝大多数的中国卖家呢，出海创业者都会优先来选择 LLC。 如果你是大型的企业，你就要选择这一股份有限公司。但是这个 C 公司它是要交公司的一个所得税公司的所得税，还有包括个人的一个所得税，它是属于双重征税的。在财产方面这个 LLC 和 C 呢，它都可以做了公司的资产和个人的资产分离。如果说你是个人的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话，如果说公司破产了，对你个人的财产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另外，如果说你发现你公司类型搞错了，也不用担心因为你后续你是可以转换你的公司类型的。这里 LLC 它不同的州呢，它的法律是不一样的。有的州呢，它没有公司的所得税和个人的所得税，还有一些州呢是没有消费税，没有什么遗产税或者其他的存货税特许经营税等等。你可以根据你的业务选择合适的州呢来创办公司。那如果你实在不知道哪些州注册比较好，哪些州比较受欢迎，那你可以直接用 GPT 现在 GPT-5 出来了，它里面的内部的知识内部的资讯完全是已经达到了一个博士级的一个水平你这里可以直接问他，所以这里有任何问题你直接问他就可以了注册美国公司在哪个州注册，维护成本更低更适合个人注册。那么这里我用的是 GPT-5， 如果说你还没有 GPT 的一个 Plus 的账号，那么你可以直接点击描述栏下面有一个 GPT 的一个成品账号你也可以选择有账号的朋友可以去选择代充，没有账号的朋友你可以直接去购买一个成品账号。建议大家使用 GPT 的一个独立账号，这样更安全，更有一个私密性，保护你的一个隐私。接下来可以看到注册美国公司的话，你可以看到成本低，合规简单能顺利开这个斯翠普或者 PayPal 银行账户的，那么有优先考虑以下几个州：第一，俄亥明州；第二，特拉华州还有内华达州，还有一个墨西哥州。
所以这里我们也推荐是这3个州哈，第一个就是特拉华，第二个是俄怀明，第三是内华达。那这个呢，其实也是很多注册过公司的人哈汇总的这3个州的对比的一个表格。总体上对于初创的企业啊，它是非常适合的。选择以上3个州呢来创办 LLC 公司，他们都支持一个人的公司100%持股，并且这3个州呢，它都提供一个隐私保护都非常的好，它不会公开股东的一个信息，并且呢，注册和维护的成本呢相对来说都比较低。推荐大家呢可以选择这3个州，最好还可以考虑呢选择是俄怀明州来创办个人公司其实我们一开始注册这个公司的话，其实非常简单，并且有很多代理商呢也是为了抢占客户你第一年注册公司的一个费用可能会非常的低，但是后续的维护一家公司的一个费用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那么你可能有一大堆支出的不同的公司类型、不同的州、不同的一个注册代理商，都会影响你每年维护一家公司的成本。我这里呢，公司维护费用呢，就以这个 LLC 公司俄怀明州这里呢，用西北代理来为例子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的公司跟我现在讲的是不一样的，那么我的这个费用呢，只能作为一个参考。一般注册公司呢，你需要交注册费。这里我使用到的是西北注册代理就是 Lawflex 它的一个注册费用呢，可以看到是它的一个服务费只需要39刀。如果说你也需要注册一家公司这里西北代理公司的相关链接我也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大家也可以打开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打开视频下方的西北注册代理的链接进来之后呢，就是这样子的你可以进来看一下，你大概可以选一下，比如说我选择的是一家 LLC 你想在哪里成立你的企业，你可以点击这里一个箭头，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一个俄怀明，这里俄怀明州，那俄怀明州这里可以看到它这里是有3天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时间一个俄怀明州的一个注册费用是$104目前是$140之前看的是$100。那这个呢，这个$104是直接交给州政府的。不管你注册哪个地方，它州政府收的费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这里再给大家换一个德克萨斯州，那么你可以看到它这里的一个州政府费用呢是$310。所以说不同的州呢，它的注册费用是不一样的相对来说呢，俄怀明州呢，它的费用只需要$104。那这个费用的话，在你注册的时候就要交。你成立公司的时候呢，这个费用你就要交这个费用不是给西北注册代理，这个是给州政府的一个费用，并且这个费用呢，它是一次性的。那这儿呢，我就给它写成是$100这样方便计算可以看到注册费是100州政府收取的，再加上这里西北注册代理收的$39的服务费差不多$140。那还有呢，你注册了公司过后呢，你肯定还需要去办理一个 EIN， 这个 EIN 呢，这个 EIN 如果你自己去办理的话就是免费的，那如果说你要找人办理大概是$10到$30。那么找人办理呢，这个都可以在 Fiverr 上面呢，可以去找一些专人来帮你办理EIN 或者还有 TIN。那这个 ITIN 呢，这也是自己申请是免费的，找人的话一般是需要$200多。那如果说你不想花费这个费用，那么你可以来到我的频道之前有给大家讲过 ITIN 的一个申请这儿有给大家分享过一期视频ITIN 的一个申请视频，那么有兴趣的伙伴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期视频，包括一个EIN 的申请这里之前都有给大家出过教程有兴趣的伙伴不会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那如果说其实这个东西申请起来了说简单也简单说不简单也不简单。如果说你不想去耗这个精力万一这个表格哪里弄错你可以直接上 Fiverr 上面来，可以找一些专业人士。那么这里呢，它直接就可以帮你搞定了，去帮你申请这个 EIN 或者 ITIN 这里 Fiverr 的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有需要的朋友呢，你可以来看一下。手头宽裕的情况下不想自己弄的情况下，你就直接找专人来帮你处理。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如果说你选择是在俄怀明州注册的话，你只需要这里$39的一个基础套餐，加上一个州政府费一共就只需要$143。这里面其实西北公司它只收了$39。那这以上的费用呢，它都是属于一次性的这个是在你注册公司第一年费用支出，所以呢这个$140左右呢，这个是必花的并且是一次性支出的。但是这个西北代理呢，目前它也是价格还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而且这个西北公司呢，也是一家老牌的公司哈，不管你要在哪个州注册啊，你要在哪个地方注册，其实你都可以找他帮你来注册，来申请一个美国公司。相关链接哈，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接下来第2年你需要交的一个代理费用，还有联审费用以及联审费，还有一个报税的。在西北注册代理 APP 里面，你可在这个平台你可以看到哈。如果你挂靠的是西北代理的话，它每年的一个代理费是$125。当然，这里不同的代理商它的挂靠费用呢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公司的一个联审费。这个联手它跟州政府的申报它主要是报告给这个州政府你的企业是正常运营的这个费用不同的州呢，它的收费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就比较贵内华达州呢是$350特拉华呢是$300。当然你有任何疑问你可以直接来问 GPT-5这里你可以发给他这几个州的联审费用是多少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有更多的疑问建议你可以来问问 GPT 他会详细的给你解答。那我这里呢，只是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大概，可以看到俄亥明州呢，它的联审费是最低的$60一年。这里有个要求，你的资产低于25万的这个最低$60一年。可以看到特拉华州它就贵一点了，要300内华达的话，这里是150一年150 200再加上这个200一共是一年呢约350到400一年。所以这么看来这几个州就是俄亥明州呢，它的一个联审费呢相对来说要低一点低很多这个60这个都是变成700的了。当然在这里联审你也可以选择自己去交，也可以委托代理商去代交。但是如果说你找代理商代交的话，他会额外收取你相应的一个手续费比如说在这里你去委托西北公司委托西北公司帮你去申报他会单独再收$100的服务费。所以呢，这里就会出现一个费用，就是100加这里还有个$60。接下来就是一个报税问题如果说你自己报税那是完全是免费的，但是一般我们会找会计师来申报，因为你的公司是小型企业的话，你的税务非常简单，一般报税的话，它的费用大概是$50到$200。那复杂的税务的话，它的收费可能会更高。那这个费用呢肯定是不一样的另外其他的也有可选的一些支出那可能是你自己租用了些什么私人地址申请公司的什么电话费用等等，这些支出是看你实际的一个需要如果以上这些都是全程是你自己动手的话，维护一家公司呢，你只需要125的一个代理费用再加上$60的申报就 OK 了。但是呢在这里呢自己动手的话，肯定如果说你对这些东西不太熟悉的话，肯定是费时费力最后不一定能搞定但大部分的人就会去找人申报那么一年下来也要差不多$300到$500。如果你能自己搞定的话，那么你就只需要$200不到就 OK 了。但是这里绝大多数人他对运营都不太熟悉特别是对联审或者报税这些，根本你又不是财务你不是专业，那这个情况下最好是找这种设计师专业的会计师来帮忙处理。所以这样子一年下来的公司的一个维护成本呢，就大概是在$300到$500。包括申请美国公司的 EIN 联审什么 BOI 的一个和还有报税其他公司的信息变更你都可以去 Fiverr 上面去找人来帮你处理。Fiverr 呢这些报税也好 ITIN 也好什么 BOI 啦这些呢都有专业的人士这里相关链接呢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有需要的朋友呢你可以来点进去看一下。最后呢，根据很多开过公司的朋友总结出来的经验给大家提点。一开始不要追求复杂其实一开始我们就整个 LLC 整个小公司就可以了。很多人你一上来就想去注册一个什么股份有限公司其实完全没必要因为它的成本高管理也复杂。在这里州的话，我们优选俄亥明州除非你明确需要融资不然这个俄亥明州呢还是非常合适的一个选择。因为它的注册便宜维护才是真正的一个成本。其实很多人其实注册的时候你花很少的钱，但是到第2年你会发现你的维护的费用比想象中的要多。所以呢这里其实注册便宜维护才是真正的成本。但很多事情如果说你能自己办就自己办，如果说你自己办不了，那么你又想要快速的去完成的话，那你就上 Fiverr 上面去找人代办这个能花钱帮你办的你就可以直接去帮你办就可以了。
公司注册好以后呢，经营的时候保持合规啊，记得每年一定要按时做年审报税，否则的话公司会被吊销，后续补救会更加的麻烦。如果说你还想在其他地方注册的话，比如说在德克萨斯州怎么注册公司，或者说呢不知道用哪一家注册代理，那么你也可以来看我的这一期视频哈。那这里呢有几家注册代理来进行一个对比，那么你看看哪一家更适合你啊？这里相关链接呢我也会把它放在视频的右上角啊。这儿有需要啊想要去注册一个想要去申请一个Stripe账号的朋友呢，也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期视频，这里有一个详细的讲解，那么我也会把相关的链接呢放在视频下方那今天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如果说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朋友们一定要点赞、收藏、加分享。我们下期视频再见。